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做完3期对电影《芳华》和对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解读视频之后，面对中国人今天呈现出的种种婚恋怪象，总觉得还有些东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思考多日之后，我想需要将问题放回历史现场，对半个世纪来中国人不断扭曲的婚恋观进行一次深度梳理，算是对这一系列视频画上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如果我们今天走进任何城市的相亲角，或者刷开那些讨论婚恋的社交媒体，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2颗心的靠近，而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资产评估。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资料卡背后，一边是算计到骨头里的天价彩礼，另一边是精确到厘米的车房配比。人们甚至屡屡看到以相亲为名的蹭饭骗局，以及职业化收割焦虑的婚骗集团。现在的相亲桌上坐着的往往不是2个渴望心灵共鸣的人，而是2台正在疯狂运算，试图吞噬对方的账本。人们甚至不再掩饰，直接把婚姻这件人生大事办成了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很多人感慨，当今时代已经没有爱情了，两性关系已经变质烂透了。但我想说，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一场持续了50多年的集体慢性中毒。从40年前的一张户口本到今天的一套产权证，人们内心的婚恋观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扭曲？人们是如何一步步从追求生存的上岸变成追求物质的资产，最后演化成今天这种互不信任的数据对冲？今天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对这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引以为傲的聪明算计进行一番深度的复盘。这可能是一份让我们感到难堪的诊断，但或许也是一份自救的导航，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而更可怕的是，人们竟然对此引以为荣。我们要把时针回拨到50年前，那个时代在今天的怀旧滤镜下显得温情脉脉，但如果人们拨开烟云，会发现其内核实则冷酷如冰。很多人说那时的人单纯，但这种单纯背后藏着一种极其原始且冷峻的生存算计。在那个年代，城乡2元户口结构如同天谴。对于一个农村姑娘来说，世界不是平的，而是被一张叫做粮票或户口的纸生生切成了2半。翻开那个年代的回忆录，或者听听你身边长辈讲述他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种极其普遍的婚配模式。芳华正茂、青春正好的农村姑娘嫁给了一个年龄大出一截，甚至身有残疾、性格木讷的城市工人。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错配，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精确计算后的最优解。在那种生存逻辑的支配下，婚姻不是灵魂的结合，而是一次身份的转换。姑娘手里握着的是美貌、青春和劳动力，而那个男人手里握着的那张城市户口能决定姑娘这辈子是吃商品粮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就是当时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逻辑。谁要活下去，要离开那片贫瘠的土地，去那个更有保障的岸上，谁就得做出这种委曲求全的选择。在这种逻辑里，婚姻被简化成了一个生存救生圈，只要能上岸，至于这艘船是不是破旧，舵手是不是迟钝，往往都不在人们的考量范围内。现在我们要切开这层看似稳定的表象，看看里面的病灶。这种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选择，代价是人性的全面工具化。在这种婚姻里，姑娘不再是作为一个人去爱，而是成了一个换取指标的性资源。男人也不是作为一个伴侣被选中，而是一个承载户口的肉身。这种用青春做跳板的婚姻里，双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年龄、认知和精神断层。当那个为了户口而进城的姑娘在度过了最初几年的喜悦后，她会惊恐地发现，她与那个睡在枕边的人除了柴米油盐，竟无半句可谈。男人在工厂里重复着机械的劳动，脑子里想的是工会发的肥皂，而姑娘心里可能还残存着对星空、对过往、对浪漫的一丁点缅怀。那种沉默不是因为没话可说，而是因为灵魂说出的话
在对方那里根本接收不到回应信号。这就是人们必须直面的遗憾。为了局部的当下的生存利益，也就是那棵户口的树木，人们彻底放弃了对整个人生意义与精神质量的全盘规划，也就是那片共鸣的森林。这种婚姻虽然拥有极高的稳定性，但本质上这种婚姻却是一种死亡后的静止。两个人在漫长的30年、40年里，要么在沉默的饭桌前相对无言，在灵魂的荒漠里孤独终老，要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无法构筑理解的通道，在日日上演的争吵中互相鄙夷轻蔑中煎熬着身心。而在这种缺乏情感互动、充满隐秘怨恨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又继承了这种对婚姻的工具化理解，把遗毒继承下去。周易文言传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这个道理。经过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有点残酷。当人们把婚姻当作跳板时，其实是亲手把自己钉死在跳板上。人们以为自己上了一座稳固的城，其实只是进入了一座没有光的监狱。这就是中国式婚恋深层逻辑缺失的起点。在那里，人们就已经习惯了为了生存去阉割灵魂，而这种为了生存可以交换一切的逻辑，在接下来的40年里将会换上一套又一套精致的外壳，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幸福。如果说70、80年代的婚恋是为了上岸，那么从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巨浪打来，人们内心的婚恋观也逐渐进入了一个彻底货币化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我们听到了那句至今让正派人听起来都非常尴尬的口号：笑贫不笑娼。这不仅仅是社会风气转向的信号，更是人们对婚姻深层逻辑的一场集体背叛。随着城乡樊篱的松动，户口虽然依旧重要，但不再是唯一的硬通货。金钱这个最流动的符号，成了人们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在这个时代的生存逻辑里，婚姻不再是为了找一个共同生活的伴侣，而是为了寻找一份优质资产。相亲桌上的话题从你是哪个单位的变成了你一年赚多少钱。男人的价值被等同于他的存折厚度，女人的价值则被标价在她的美貌、青春与性别上。这就是当时人们信奉的生存逻辑，我要赢。人们试图把婚姻当作人生进阶的跳板，当作规避贫穷的避风港。婚姻成了一场2张资产负债表的合并，大家都试图在这种交换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词——好人卡。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不合适。这句话背后的深层含义是，在那个货币化的坐标系里，你的品行、你的真诚、你的善良、你的责任感很好，但在我的市场报价上价值接近于0。这正是需要我们正视的沉默病灶。在货币化的逻辑下，人的内在品性被彻底边缘化了。当人们集体转向笑贫不笑娼时，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亲手杀掉信任。当品行被嘲笑，当忠诚被视为无能，当忠厚成了不会投机取巧的代名词，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就失去了最后的粘合剂。我们不是不选好人，而是我们在追求成功的狂热中集体患上了价值盲视。我们能看清标价，却看不清真正的价值。这依然是那种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我们看见了金钱带来的光鲜，却没有看见那种彻底货币化的人际关系会导致灵魂的极度原子化。当我们把对方当作资产来购买时，我们其实也把自己摆在了货物的位置上。既然是货物，就有折旧，就有被更便宜、更优质的货物替代的风险。至此，婚姻里充满了背叛与算计。大家都在盯着对方的钱袋子，却忘了去修补2个人灵魂之间的裂痕。复盘的结论是，当金钱成为婚姻唯一的锚点，我们得到的是一份合同，失去的却是整个家。人们学会了算账，却忘记了如何去爱。而这种货币化的毒素将在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恶化为更加冰冷的数据化博弈。如果说90年代的人们还在为金钱疯狂，那么现在的人们则进入了一种近乎病态的风险对冲阶段。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竞争极度激烈的社会里，爱情似乎不再是灵魂的冒险，而演变成了一次为了对抗焦虑而进行的数据配对。进入这个时代，人们发现婚恋市场的词汇变得越来越冰冷，天价彩礼、相亲蹭饭、专业婚骗，这些现象本质上都是在信任崩塌的环境里，人们试图通过物质的极致占有来对抗未来的不安全感。在当下的生存逻辑里，婚姻更像是一份深度保险，彩礼不再仅仅是礼仪，而变成了违约金或保险预案，车房也不再只是住所，而成了抗风险资产。每个人都试图在这种交换中实现自身风险的最小化。与此同时，一种带有自嘲色彩的论调也开始流行：我是精神上的好姑娘，身体上的女流氓。这句话听起来很酷也很潮，但背后的真相却让人们感到一丝悲凉。当灵魂的深层链接被房价、算法和无尽的加班揉碎后，人们索性将灵魂与肉体分离。精神上，有人守着那点可怜的理想主义，身体上则在感官的花园里寻求短暂的补偿。这其实是人们对现实绝望后的一种分租式生存。这正是我们在此想要揭示的沉默痛点。人们正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个数据点，在各种相亲 App 和算法的推动下，人被拆解成了年龄、身高、产权、学历和折旧率。人们在屏幕上滑动，像是在挑选货架上的商品。当人们试图用算法去过滤灵魂时，得到的注定是一堆枯燥的数据。人与人之间那种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微妙感应失灵了。我们过度看重对方的标签，却逐渐丧失了感受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能力。这种极度的原子化，让人们虽然身处繁华都市，却过着最贫瘠的孤岛生活。人们在相亲角寻找的往往不是同行的队友，而是试图找一块抵御未来风险的盾牌。可人们忘了，盾牌与盾牌之间是没法拥抱的。这依然是那种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局。人们看见了物质保障的树木，看见了感官刺激的树木，却没有看见那个正在崩塌的、无法提供真正避风港的意义荒漠。因为人们不相信品行，所以索要彩礼；因为不相信永恒，所以及时行乐。这种逻辑导致了一种结构性孤独。相亲桌上的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掠夺者，试图在对方身上寻找安全感，结果发现对面坐着的也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猎人。复盘的结论是，当婚姻变成了一场大数据精算的对冲贸易，我们得到的或许是一份看似完美的资产清单，失去的却是作为人的全部尊严与温度。人们精确计算了一切，最后却发现自己成了这场数据游戏里最廉价的消耗品。看完了这50年的婚恋演变，我们心中或许会涌起一种彻骨的寒意，从为了户口而上岸，到为了金钱而沉沦，再到如今为了对抗焦虑而进行数据对冲。这看似是时代在不断优化人们的选择，实则是人们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在一步步的枯萎。为什么当人们遵从那些所谓的生存逻辑，那些看起来最现实、最聪明、最能规避算法的选择时，最终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导向了平庸甚至悲剧？生存逻辑的第一个致命伤在于它完全建立在可计算利益之上。户口、编制、存折、车房、彩礼，乃至于对方的年龄与容貌，在生存逻辑的算计里，这是一张完美的资产清单。但我们这群聪明人往往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凡是能被计算的工具性资产，都会在时间的磨损下发生折旧与贬值。户口会随着政策变迁而贬值，金钱会随着经济通胀而缩水，容貌会随着岁月逝去而衰老。当我们把婚姻的地基打在这些易碎的数目上时，我们的婚姻本质上就是一场必然归零的交易。这种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
本质上是人们对于生命厚度、深度的盲视、无视甚至蔑视。人们只想要一个当下的避风港，却没有勇气去构建一个永恒的价值场域。生存逻辑的另一个病灶是我们习惯性的将伴侣工具化。在这种逻辑里，人被去人格化了，丈夫成了换取稳定生活的机器，妻子成了展示成功与财富的挂件，伴侣则成了分担生活成本的合伙人。当我们把对方当作实现目标的手段时，我们其实也把自己推向了工具的位置。既然是工具，就可以被更高效、更廉价的新型号所替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婚恋市场里充满了背叛与算计，因为大家都在寻找更好的工具，而不是在寻找另一个灵魂。这种逻辑下的婚姻是没有抗震力的，一旦生活中出现了更大的诱惑或更惨烈的打击，这种基于功能的链接会瞬间断裂。那么我们的出路究竟在何方？什么是婚恋应遵循的深层逻辑？其实其核心只有一句话：承认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一个拥有全盘考量眼光，能够深度思考生命价值的人，他在选择伴侣时看的不是那棵叫做资产的树，而是看这粒种子能否在漫长的人生长跑中与自己共同长成两棵根系在大地深处相连，共同抵御狂风骤雨的大树。他会去观察对方的品行、审美、价值观，以及那种在动荡中依然保持自我的能力。这些东西在生存逻辑看来是虚的，是没法变现的，甚至是被嘲笑的好人卡。但在深层逻辑看来，这才是生命中唯一的非卖品，是唯一不会随着时间而贬值的核心资产。当人们选择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灵魂，虽然在物质的道路上人们可能会面临暂时的缺失，但人们获得了一种极致的生命韧性。这是视野高低的对比。遵从生存逻辑的人活在点上，人们被眼前的诱惑、社会的焦虑、同辈的压力牵着鼻子走，人生变成了一场疲于奔命的补丁站，哪里缺了补哪里，最后活成了一件打满补丁、灵魂空洞的旧衣裳。而遵从深层逻辑的人活在一条线上，他有自己的哲学眼光，知道自己要向何处去。这种对人生的全盘考量，让人们在面对诱惑时拥有一份坚韧的定力。他们明白，在这片荒原上最坚实的堡垒不是水泥钢筋，而是两个孤独个体之间的灵魂契合。我不能欺骗大家，选择深层逻辑，人生的道路将会非常辛苦。这意味着我们要有勇气去对抗整个时代的噪音，在人人算计的时候守护内心，在人人追求速配的时候慢慢了解一个灵魂。这条路物质上可能会有缺失，你可能要比别人奋斗得更辛苦，甚至要承受周遭不聪明的嘲笑。但请换一副眼光，去看看那些遵从生存逻辑的人，不要只看到他们的表面光鲜，去看看他们在豪华别墅里的沉默，看看他们在精算博弈中的精疲力尽。那种空洞是任何物质都填不满的。当我们遵从深层逻辑，建立起那种基于品行与共鸣的链接时，我们就会发现人生开始变得饱满。这种饱满来自于我们对生命的掌控感，来自于我们不再是一个被算法操纵的棋子，而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能够在荒原上与另一个灵魂并肩而立的人。这场复盘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富有，而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完整。在这场持续了50年的集体迷失中，人们缺的从来不是聪明，人们缺的往往是那一点点傻气。孔子曾评价魏国大夫宁武子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聪明易学，但那种守住初心的傻气却很难学到。说了这么多，最后聊几句我自己做完3期电影《芳华》解读后的感想吧。在人性的荒原上，贫富贵贱穷通，这些往往由不得我们自己，那是时代的风浪与造化的随机。但是我们的人生是趋于饱满，还是陷入空洞？我们的婚恋是坚实的避风港，还是脆弱的交易合约？
这却是我们自己一刀一笔刻出来的选择。有些路走起来注定苦，却能让我们活成一个独立的人，而非工具或棋子。孔子说，求人得人又何怨？选择了算计，就不要抱怨孤独；选择了意义，就不要嫌弃清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